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，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。煮一鍋牛油糕大概要8個小時，所以煮一袋牛油糕要3天時間。第一天要將材料發酵，第二天就而家煮啦，明天就切割。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，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，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過從未觸碰過的大銅鍋。煮牛油糕咧，最緊要第一最緊要就係呢個牛油，呢個牛油已經用咗100年，而呢個欖仁由70蚊而家賣到650蚊一斤，仲有就係奶，有椰漿啦，仲有杏仁。呢個秘方係一直沿用到而家，100幾年歷史都係沿用。100多年前，牛油糕就成為土生葡人文化中標誌性的甜點。好吃的秘訣就在攪拌，攪拌可是糕體的生死較量，因為一旦開始就不能停下，必須持續8小時以對抗粘稠的膏糊，力道稍泄，整鍋即廢。煮牛油糕冇力氣唔得，冇耐力唔得，唔夠火力亦都煮唔到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鍋內物體越來越粘稠，攪拌也就越費力氣。但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風味，何金燕堅持沿用古法，人手炮製。3個大男人都係不停咁換手咯。其實光係靠力係唔得嘅，除咗力氣之外咧，仲要有技巧。如果靠嘅，因為有一股力氣咧，都係受唔出嚟嘅，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。3個大漢換手都推到人散架，牛油糕的製作實在太辛苦，何金燕當初根本不想繼承。13姑傳俾我姑媽，我姑媽到70歲佢仲要煮牛油糕，煮到佢暈低都仲要煮，佢用咗5年時間嚟說服我，佢話我唔接手就到呢一代就停咗噶啦。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，你煮啦，你煮啦，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，所以我都接手啦。接手後的何金燕沿用姑媽的標準，只有當琥珀色膏體吸進浮油，這道非遺美食才算大功告成。煮好就變色啦嘛。切割時糖膠微顫，似乎在呼吸。這種散發着濃濃牛油香味的糕點，椰香裹挾着果仁香，在舌尖纏綿。紅酒一抿，甜膩即刻散開，綿密軟糯縈繞齒間。這正是土生葡人穿越世紀的味覺圖騰。真係未婆啊？女嘅，我揾咗好耐㗎啦，我次次都問我姑媽幫我去揾嘅，好正宗，好好食。隻牛油糕係咪有盒裝嘅，有件漿嘅？件漿揸車嚟排幾個鐘頭。唉，真係感謝。牛油糕作為葡國必吃的節日糕點，其食譜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樣，都是通過家傳菜譜一代代傳下來。13姑就留低一本葡式嘅食譜咯，葡式所有嘅糕點啊、餸啊都有喺度啦。但係呢幾廿年我哋牛油糕因做工繁複、利潤低，不足以覆蓋3日汗水。但何金燕心甘情願。如果我唔做，呢個就失傳咗啦。同為甜味記憶，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。而在澳門落地生根、不斷升級的龍鬚糖，則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，有了糖王的美譽。3盞燈街區，圓形廣場中央的4盞燈俯視着加路米耶原型地。這片在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小緬店，交織出獨特的僑民味覺圖譜。Hello，係，老細，賣龍鬚糖，係。
呢個俾要2盒啊？呢2盒，OK。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，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因糖丝雪白纤细，如降龙之须，又有龙须酥的称呼。在澳门，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糖中之王。阮银钊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。糖就係我哋嘅叫做粟米糖啦，呢個粉咧就木薯粉。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，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。拉嗰陣時咧，其實就可以急嘅，叫佢做陰力。拉幾下咧，我哋要上粉啦，咁有啲粉啊，防止佢黏翻埋一齊嘅。軟軟的糖絲在阮銀钊的手中翻飛，此時他就像藝術家在塑造一件珍貴的藝術品。反覆打圈咧，18至20個圈咧，個條數咧其實好多幾萬條啊。個絲越細咧，入口咧就會即肉。做好的龍鬚糖，萬縷糖絲綿密似龍鬚，入口即化，酥鬆甘甜。阮银钊做龙须糖已经14年了。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師傅剛開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鋪的。2000年咧過咗英國學啊，2011年返咗澳門，開始跟爸爸學做龍鬚糖。其實亦都冇呢個打算去繼承呢個事業嘅。因為朋友的一句話，讓原本繼續生物專業的阮銀钊猶豫了。我朋友話：如果你阿爸做多10年啦，咁可能佢退休咯，澳門就冇龍鬚糖噶咯。接手之後，阮銀钊覺得只有原味的龍鬚酥太寂寞。他根據年輕人的喜好，創作了全新的龍鬚家族。原味、黑芝麻、肉鬆、朱古力。在家附近的小街上，阮銀钊經營着小檔口，每天上午拉糖，下午開檔。澳門湯好嘛？卡都得，要1盒係嘛？要1盒。如今早已繼承衣缽的阮銀钊只有一個夢想，想將龍鬚糖嘅街邊小食嘅形象咧，將佢改變，俾佢升級做一個更加高級嘅手信啊，就唔好浪費糖中之王嗰個稱號。作為手信咁，買到2包啦。在澳門的常住居民中，有近80%的人使用粵語，吃粵菜、飲紅茶的習慣與兩廣一脈相承。茶葉因為不同的產地、不同的製作工藝，分為不同的種類。在眾多的茶葉中，有一類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，打上了澳味標籤，把老廣喜愛的荔枝香與西方人偏好的紅茶結合在一起的荔枝紅茶，成就本土特色。荔枝紅茶，自己喝喝，給家人喝喝。對，是專門來的。首先用紅茶啦，再經過烘焙咧，然之後噴入啲提煉咗嘅荔枝汁，香氣獨特。荔枝紅茶，茶湯紅亮透明，回甘有特別的荔枝味，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所青睞。冇果肉嘅茶味會濃啲。I'm from Belgium, in Europe. I work here. We have the lychee one. That's for my girlfriend.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. That's for me. 荔枝紅茶是代表澳門風味的茶飲之一，在澳門已經銷售了近70年。直到今天，仍然是許多旅澳遊客的首選。2020年年尾嘅時間咧，大家都買30-40包翻去送禮，就個產品突然間急升。咁我哋最高嘅銷售量咧係4000幾包一日，差唔多1噸一日。在澳門，除荔枝紅茶之外，最出名的莫過於普洱茶97磚。8克一般來講加水大概1分鐘。上世紀50-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百業待興，茶葉基本上是唯一能夠賺取外匯的商品。廣州的朋友咧邀請我嚟做茶啦，你社會關係比較熟悉，
行業你又拿捏得咁好，做茶幫手，將我哋中國嘅茶發揚光大啦。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，成立茶叶公司，建立茶叶外销渠道。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、品种齐，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。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，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。正是得益于此，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。97的時候，那個茶葉特別的好，茶葉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購了。1997樽，這是500克的，它的味道很厲害，很有霸氣，那個湯是很美，甘甜的。它太濃的時候，可能醉茶很辛苦。曾老年事已高，不再留恋江湖。除了茶叶，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凍也是本地特別的手信。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，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。台唔使開住。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，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。搞咗呢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，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，咁就認識多啲茶咯。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咯，今日會係150人。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，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。我而家就乾杯，荔枝味，咁好舒服。這時，茶凍必須登場。超鹹超辣。爆裂的陽光底下，微甜的茶凍既消了暑又填了肚，算是一舉兩得。不過，茶凍並不是曾比健首創的。係我媽媽創立出嚟嘅，等佢哋學茶嗰陣時唔會因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，差唔多有20年歷史㗎啦。打小就聞着茶香長大的曾比健，遴選做茶凍的茶葉極其偏執，以茶香為主，盡量突出個茶味。最出眾嘅茶，我就揀嗰隻。所有嘅茶我哋淨係沖一泡咯，啲茶味咧已經出晒嚟㗎啦，再泡都係得個苦澀嘅味咯。做好的茶凍晶瑩剔透，散發着淡淡的茶香。每隔幾天，曾比健就要出門去青茂口岸的商業樓，自助售賣機補一補貨。為了增加自家茶凍的零售渠道，曾比健幾年前也趕了自動售賣機的時髦。呢啲就係我哋賣嘅果凍包裝好嘅咯，果凍都可以帶走嘅，佢可以過關冇問題嘅。茶葉成為了曾家3代人為之奮鬥的共同使命。20世紀60年代，因南洋政局動盪，數萬華僑遷居澳門。1974年，何伯基的父親帶着全家從緬甸遷入澳門，於是有了這間東南亞雜貨鋪。不經意間，便堅守了半個世紀。我哋產品品種都比較多嘅，間鋪頭都有200-300種。咖喱的濃烈，香料的奔放，從此在澳門烙下南洋印記。如今，馬拉盞和咖喱醬是眾多遊客必帶的蠟妝手信。要減到100蚊啊！怪大，我知，但只有他們家做的最好吃。我哋個醬都會用蝦米同埋魚翅作為原材料咯。啲蝦米要磨碎啲㗎，大概都要磨4次先夠碎。馬拉盞的靈魂顯然是蝦米和瑤柱。油溫升至180度，磨碎的蝦米和辣椒傾入鐵鍋，蝦紅素遇熱迸發出腥氣。年輕時，何伯基很厭惡這股味道。我爸爸喺個廚房嗰度煮嗰陣時咧，一聞嗰啲陣味咧，
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間房度。2011年，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，开启了炒制马拉盏的人生路。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，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，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盏。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，这个是瑶柱的，就是比较 Q 弹一点。用来炒通菜、捞面啊、炒饭啊、拌饭都可以的。和诱人的马拉盏一样，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，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。由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，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那么，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？何伯基做的咖喱醬由此誕生。咁所以我就諗緊我需要整啲新嘅醬料出嚟咧，就算佢唔識煮餸嘅人咧，都可以攞啲東南亞風味嘅味道出嚟嘅。印尼運過嚟嘅肉火粉，呢個芫茜粉，我係西北甘肅地方㗎。我哋呢度都會最少用咗8種唔同嘅香料。香茅和蒜頭分別打碎研磨成泥，與拌好的乾粉料一起下鍋經歷熱油的洗禮。香料咧，平時煮嗰陣時候咧，都唔係咁容易入喺食物入邊嘅。咁我哋嘅咖喱醬其實呢一部分咧，就會喺工場嗰度做好咗，好方便快捷咁樣去煮到出嚟啦。香料分子在工廠已經完成味覺捆綁，不起眼的黑褐色醬體，煮菜的時候來上幾勺，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間變成咖喱特有的金黃色，並持續着濃郁的香味。咖喱醬一經推出，便成為眾多旅澳遊客喜愛的手信之一。我時時都幫襯佢哋㗎，幫咗我好多年。點解牛肉又得，豬肉又得，中意點樣煮都得㗎。當馬拉盞和咖喱醬的濃郁風味席捲味蕾，另一種經澳門匠人改良的小吃，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。幾塊試食啊，兩位！幾塊試食啊，兩位過嚟啊！免費試吃。肉乾作為澳門手信的人氣王，常年霸佔試吃榜 C 位。試下呢隻牛啊，呢隻好好食啊，呢隻牛。好不好吃啊，哥？非常好。我朋友想試一下這個。鹹中帶鮮，鮮中帶甜。之所以穩居澳門手信銷量亞軍，源於它能帶來鹹鮮甜三重奏的味蕾體驗。It smells good。稍微香一點，口感比較軟，非常的弹，非常有劲道，非常好吃。澳門肉乾的馥郁香氣早已傳遍全球，但它其實並不生於本土。這跨海而來的遊子，根在嶺南與南洋。20世紀中後期，借移民潮泊入澳門，自此與這片土地共釀新生。澳門第一個肉乾係喺新加坡傳入嚟嘅，嗰個肥肉比較多啲，因為那個年代窮啊，吃肉的人不太多。之後就變咗澳門人做嘅肉乾。移民味覺的落地生根，離不開本土手信人採百家之長，憑巧思再造經典。梁振光從事肉乾製作超過30年，憑借肉乾的生產技藝，成功拿下澳門第一張肉乾生產許可牌照。我哋又到咗一個新嘅地方啦，跑咗20-30個地方。只要得閒，梁振光必背起行囊，奔赴各地肉乾工坊，深入探秘交流技藝。這一次，他帶着兒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遺肉香的傳奇之地——廣東梅州大埔百侯鎮。俾多啲，問多啲。我們每天都是用新鮮的牛肉。厚度大概多少啊？ 2毫米左右。為什麼切了2毫米呢？
因为腌制比较入味。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，要烤2次。要烤多少时间？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，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2次，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。见过最传统的这种做法。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，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它的制作工艺简易，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，卤制用卤汤腌制，焙干，炭火上文火焙，烘烤，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。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、咸甜适中、清香鲜美而闻名。有一点硬，咬得动，小孩就难吃了。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，早已难以考证。炭炉，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，带一点嚼劲。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。所谓众口难调，一方水土一方味道。哦，原來有好多文化唔同嘅，可以翻去再研究下，睇下點樣再做得更好。